Lo puedo limpiar aquí. El chino se va a encargar de No, eso. esto. Ah, sí. Eso no se limpia. 大家看明白这段视频拍的什么了吗？这是墨西哥土匪的真实影像，是我2022年翻越美墨边境墙的时候，在土匪窝里拍摄的。同时拍摄了有好几段，但都丢失了。只有这一段，因为我发给了我前妻，所以才有幸保留了下来。你也许会好奇，这视频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？一共有几个人落入了匪窝？大家都安全逃脱了吗？还是有人不幸留在了墨西哥的荒山野岭间？今天我就与你分享我与墨西哥土匪遭遇的惊险历程。我们一行6个人，计划是10月1号翻墙，还开玩笑说是给国庆献礼。早上就从蒂华纳出发，坐出租到了旁边一个小城叫特卡特，准备从那里找地方翻墙。我们初步选择了2个翻墙点，一个是在特卡特边上，另外一个是在特卡特与蒂华纳中间。因为意见不统一，我跟阿瑞克就选择了后者，就是特卡特跟蒂华纳中间的一个翻墙点。当天下午大概4、5点钟，我们找了一个的士，那个的士说他知道那条路，给他40、50美金，然后我们就坐上他的出租就出发了。路两边都是荒山丘陵，我们走了大概半小时，司机就停在了路边。他手指着路的右边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沿这个方向走，就能走到美国。于是我们下车，就开始出发，想着很快就要到美国了，心情很是激动。我们2个就有说有笑的往前赶。走到半山坡的时候，就听艾瑞克在后面喊：“大哥，完了，有当兵的追上来了。”我一看，有4、5个士兵端着枪 ，M16 冲锋枪。正从后方在追我们，我还不情愿的往前跑了几步。不过艾瑞克说：“大哥，别跑了。”就停下了。士兵很快就追上来，我们俩就赶快把身上的钱往外拿，大概有4、500美金吧，并求他让我们过去。但毫无疑问的，这些士兵给拒绝了我们，并用枪指着我们，让我们往山下走。很快就把我们带到了山底下也停着军车的地方，开始仔细的搜身，搜我们的背包，连一点笔锁也不放过，都没收了。不过我有200美金是藏在背包里，卷在袜子里，所以他们没有搜到。搜完身，他们说会把我们送给移民局，把我们遣返。我们听到这里，心里拔凉拔凉的。随后就让我们上了车，躺在那个车斗里，然后士兵也上车，坐在那个车沿上，车就开走了。颠簸中大概走了有半个小时，车子终于停下来，我们还是躺在车斗里不能起来。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，不过是有月光的。心想一会儿移民局的车来了，应该就把我们接走，把我们送到墨西哥南方了。又得浪费好几天，又是办什么，比如说办通行证啊，坐大巴呀，被这些墨西哥黑警搜刮，想想这些就头大。不过也没办法，只能等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士兵让我们下车，并用手机告诉我们，他们不把我们送给移民局了，而是找人把我们送到美国。并且还能给我们吃饭，这反转来的太让人猝不及防了，对吧？我俩就面面相觑，连说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当时觉得这些士兵真是跟天使一样，真想上去一个个拥抱他们。士兵示意我们躲在旁边的草丛里，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 SUV， 士兵示意我们出来就上那辆 SUV， 我们就冒着腰很快上了车的后排。开车的是一个女司机，然后副驾驶坐了一个男的，我们俩坐在后面还小声嘀咕呢，说这下好了，很快的可以到美国了，待会儿还管我们吃饭，吃完饭应该就出发去美国了，或者是顶多睡一晚上，第2天早上去美国。车大概走了10-20分钟，就停在了一个平坦的一个草地上。副驾驶的男的下来，然后我们也跟着下了车。司机开车就走了，
那个墨西哥男子身材高大，腰里还别着枪，他示意我们跟他走，我们俩就跟在后面，心里还是极度紧张的，担心他是不是要找个地方把我们给枪毙了呀什么的。毕竟我们身上也没有钱了，也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就这样胡思乱想。不过走了一会儿，也没什么异样，也就不想这个事儿了。我们就这样在荒山野岭里前进，都是些石头，还有些低矮的灌木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还好有月光，否则应该很容易就崴脚了。仨人就这样不说话，一直往前走，走了大概1-2个小时，这个老莫开始用手机 LED 灯在给前面发信号，然后前方也有人用闪光灯在回应。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接应的人这里，这个人比较瘦小，大概17、18岁吧，像个小孩子。两人沟通了几句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赶路。跨过一条小河，来到一处有灌木丛的地方，这里有一群人在等着，大概有7、8个吧。这群人还很热情地招呼我们，给我们在地上铺上被褥。看我有点犹豫，还示意说这个不脏。我自从走过雨林后就很讨厌露营，就给他们说 America America， 他们就说明天明天，于是只好就躺下了。没一会儿他们又把我们叫醒，往旁边的山坡上爬去。在山坡上找了也是有几个小灌木的地方，我们就一起钻进去，铺上被褥在那里睡觉。因为很冷，所以只能断断续续的浅睡，只盼着天快点亮，然后就出发去美国。一夜无话，天刚刚亮的时候，大家都醒了。这时看到他们每人都有一把枪，并且拿在手里把玩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土匪，就认为这些老莫是偷渡的，跟我们一样。手里还都拿着枪，还挺厉害的，还指着他们的枪跟他们说这是 Glock。他们说是，有说有笑的，气氛还挺和谐的。视频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拍摄的，他们也不介意拍。然后我就问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去美国呀？坐在我旁边的年龄稍大一点的，应该是他们的首领。用手机打字给我说，1个人6000，2个人12000。看到这个数字呢，就大吃一惊，因为我从中国出来到这儿一共才花了7、8千美金，所以这个6000呢，我觉得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这才猛然意识到，我们这是落入土匪手里了。他看我很惊讶，接着用手机按了一下，1个人6，2个人12。看到这里，心里又一下子放松了，总共才要12。我想我包里还有200呢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就给他们1张就行了。找不找零的也就无所谓了。这时我们就从山坡上往下走，走到昨天的灌木丛那里，还能听到旁边的水流声。这些土匪们显然是在这里长期生活的，到处是生活垃圾，然后苍蝇也是满天飞。艾瑞克继续用手机跟那个头领在沟通，头领身边跟了一个有点呆滞的男子，应该是他儿子，因为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小子很照顾。这小子看着嘴巴好像就是会随时流下口水一样，笑容呢也是很纯真，大家就自行脑补吧。艾瑞克还在积极的沟通，想办法看怎么把那个12块钱给土匪，还申请 PayPal 什么，反正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也没有成功。最后我就跟艾瑞克商量，要不把那个100块钱给他吧。艾瑞克开始还不同意，最后没招了，我就把那个100块钱拿出来了。结果那人一看，直接还给我了。然后我又把另外100拿出来，还是连看也不看，直接2张一块塞给我了。我心说还嫌少啊，你不要12吗？我现在给你200了，你还嫌少。结果土匪用手机打字给我看，1个人6000，2个人12000。这次才意识到他真的是要好几千美金1个人的。我们就说没钱，土匪说你就找你们中国的亲戚，然后我们就说一些软话，反正就是没钱，也不打算给他们钱。最后那个土匪脸就一下子沉下来，
让他那个儿子把我们手机都没收了，并且让他儿子看着我们。中午他们还做了一些玉米糊糊，我看着没什么胃口，吃了1-2口吧。艾瑞克胃口还挺好的，吃了不少。做饭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放了一枪，声音真的挺大的，以前没有听过，应该是想吓唬我们吧。吃完饭就留了一个年轻点的土匪看管我们，其他的都不见了，应该是寻找新的目标去了。我们就那样席地而坐，苍蝇直往脸上扑，所以想睡也睡不好。太阳落山，果然他们弄来了一个老莫，手绑在身前，脸上有明显的擦伤。我们一起往山坡上爬，不过这次爬得更高了。上去之后呢，把老莫的脚也给绑了。我看应该是用鞋带或者什么，反正看着不是很结实。不过我们俩一直没有被绑，可能他们觉得我们俩比较老实吧。第二天一早，绑的那个老莫不见了。艾瑞克说那个人夜里偷偷的解开绳子逃跑了，然后说我们今晚也逃跑吧。这些土匪晚上睡得跟猪一样，逃跑了肯定没问题。这时我们就有了逃跑的想法，静待时机了。起来后跟着土匪又下去到了灌木丛，不一会儿看到土匪中来了几个新面孔，之前的土匪都不见了，看来这些土匪还定期换岗。这次领头的面相很凶，平头，个子不高，皮肤黝黑，下巴有个很长的刀疤，就从这个耳朵一直拉到这个耳朵，还经常挥舞手里的枪，感觉随时就会开枪一样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这个首领专门找我沟通，艾瑞克想凑上来跟他说话呢，就被他呵斥开。估计是上一个首领跟他说了，艾瑞克能言善辩，不好对付。看我笨嘴拙舌的，应该比较好突破吧。艾瑞克就暗地里告诉我，用拖字诀，反正就是不给钱。我就照着这个策略来。刀疤脸也是着急的干瞪眼。旁边还有一个烂摩托，我看座位都没有了。一个土匪闲得没事，在那折腾了一会儿，竟然打着火了。他就站在上面骑了一会儿，扬起一团团沙尘。到正午的时候，刀疤脸又来找我沟通。当时我们3个是席地而坐，艾瑞克坐在土匪的正前方，我坐在土匪的右边，都是挨得比较近的啊，大概1-2尺吧。沟通了一会儿，刀疤脸就失去了耐心，手里的枪就举起来了，对准艾瑞克的后脑勺，就问我到底有没有钱。没有钱的话，我就杀了你朋友。我当时吓坏了，就说 Amigo no， 同时下意识的往外挪了一点，眼睛看着他那个拿枪的手，就这个看着他的食指，一点点这样。心想这下完了，是真要开枪了。完事我要拿点艾瑞克的信物要交给他家人。不过转头一想，应该也没这个机会了，因为很快应该就轮到我了。后悔怎么就没早点逃跑呢？正胡思乱想呢，只见刀疤脸就缓缓地把他的枪从艾瑞克的头上移开了，然后站起来带着他的小弟离开了。当时艾瑞克这些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是背对着土匪的。等刀疤脸走了以后呢，我把这个告诉他，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，死就死了，死有什么可怕的？不知道是真不怕还是假不怕，反正我就知道快枪毙的人一般都会吓得尿裤子啊什么的。这件事就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要赶快逃跑，否则真有可能把命丢在这里。前段时间不是听说有人被土匪射杀吗？不知道真假。到了晚上睡觉，土匪没有带我们去山坡，而是与之相反的方向，离灌木丛大概50米左右，三面有大石头环绕，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进出。7、8个土匪睡在我们周围，还设置了一个岗哨。睡觉前，我与艾瑞克沟通了逃跑计划，包括几个重点。一是跑的时候不能背背包，因为背包的话发出的声音有可能惊动土匪。2是全程要保持沉默，一切沟通通过手势来完成，因为轻声说话的话也很容易把人吵醒。我们提前将贵重的物品，比如手机卡、护照、指南针
先放入裤兜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我躺在那里，尽量不让自己睡着，看着那个岗哨也是一直坐着打瞌睡，但始终没有真正入睡。心想，如果他一直这样，我们恐怕没机会逃跑了。在无意识中，我也不自觉地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有人用手电照我眼睛，还用手撑开我一只眼睛。我看着是刀疤脸，他跟人叽里呱啦说了几句，说完之后就带着岗哨走了。他这样一弄，我很快就清醒了，听着周围土匪的鼾声，心想这可是逃跑的绝佳时机。我就碰醒艾瑞克，示意他该行动了。于是我轻轻地站起来，艾瑞克紧随其后，蹑手蹑脚地往前走。当时鞋踩在地上的声音都觉得很大，因为地上有一些细碎的沙石。虽然心里很紧张，但幸运的是这些土匪睡得非常沉。当我们渐行渐远，我们也开始加快了步伐。来到灌木丛大本营时，本来还担心有土匪守着，结果空无一人。继续前进，很快来到了山坡，手脚并用往上爬。感觉自己像猴子一样迅速敏捷，肾上腺素飙升应该发挥了关键作用。快到顶的时候，听艾瑞克在后面说：“大哥，休息会儿吧，太累了。”于是我们休息了几分钟，但意识到现在还没有安全，我们很快就又出发了。终于越过了山顶，天色慢慢破晓。我们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稍作休整。此时口袋里的指南针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这个还是我在淘宝上买别的东西送的，我还一直保存着呢。按照指南针的指示，只要我们一路向北，肯定能到达美国。继续走了大概1-2个小时后，我们意外发现了3瓶水，还有一个橙子，感觉像是土匪的补给点。立刻拿起橙子剥了皮就吃，水也喝了个够。随后我们就翻越了一座更高的山梁，然后就看到前方有直升机来回巡逻。当时以为是墨西哥的直升机，现在想想实际上应该是美国的。再继续往前走，我们就看到山下有一条路，不时还有面包车出现，从车上还会下来人在四周查看一番，然后又上车开走了。还看到山下有个白色的建筑，不确定是什么，幻想里面或许有面包和水啊。我们就暂时躲在石头后面，等晚上再下山。中途还捡了少半瓶水，应该是有年头了，不过太渴了，我就用纸巾蘸着那些水往嘴里挤。等到夜幕降临，我们就下山，沿着土路往前走，很快就来到了白色建筑旁边，是个圆形的建筑，大概直径4米左右，高度2米左右吧。周围没有明显的入口。艾瑞克就爬到顶上，发现上面有个铁盖子被翘起一角，他把手往里一伸，里面全是水。艾瑞克兴奋地大喊起来。周围有很多水瓶，我就给了他一个，让他接满水。我们俩就喝了个够，然后一人提着1瓶水，继续沿着土路前进。走了大概1-2个小时，我们注意到山下有2辆车开了上来，我们就迅速躲在路边的灌木丛里。但没过几分钟，警车就精准地停在了我们藏身的地方。车上应该是有热成像系统，一个警察下车就直接往我们躲的地方找，很快就把我们俩揪了出来，嘴里还在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跑？你们为什么跑？”我心想这下完了，又要被送回墨西哥最南边了，又得要10几天才能到美国。然而我注意到车上的标志全是英文，而且2个警察之间沟通也是用英文，于是我就用不太流利的英文问他们：“你们是美国的吗？”警察说是的。当时我就特别激动，跟他们说，用英文说谢谢上帝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墨西哥的呢。等警察搜完身，我们就坐上警车去了安置点，在那里待了10天，接着又去了移民监狱，待了2个月。现在正在学卡车驾照，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。